大家好，我叫陈爱。我去年过得不太好，一直在搬家，而且很倒霉。我搬到哪儿哪儿修路，搬到哪儿哪儿修路，我都怀疑上海这城市发展不会是我带动的吧？怎么追着我发展呢？是不是上海原本都没有这么多路？我搬多了，才有了路。最近住的地方倒是不修路了，给我弄钟点来了。我甚至发现附近还有个火葬场。本来我只想找个偏点的地方，那这也太偏了，偏到让你觉得这地方就该有火葬场。还有农家乐，也合理，喜丧嘛，方便吃席。这边刚烧上，那边已经起菜了，真的很近。我在家导航过，我家离火葬场不到800米，导航推荐我步行。现在出发，预计10分钟到达目的地。这个距离让我特别有安全感，感觉人生都有了退路，就很方便。我去剧场坐地铁还有1个半小时，火葬场10分钟走到了。你知道这对我的意义吗？脱口秀讲得好还行，要是讲得不好，我就去那边逛逛。这儿火不了，还能去那儿火一把。没法在台上风光，我就去火葬场风风光光。而且当你的人生有了退路，你的心态都会特别好。比如我现在都不怕别人催婚，每次听人说你现在不结婚不生孩子，以后死的时候都没人给你送终。我想10分钟的路，送啥送？他们来的没我走得快呢。而且送终这事儿我有经验，我送过我姥，还是2回。因为前几年我姥姥90多的时候说不行了，当时我们所有人请假，坐最快的一班飞机，专门跑过去给我姥姥送终，送了2个多月，没送到位，就先回去了。走的时候我姥姥还挺精神，还说要送我。真的送终真的不能太久，心态会变化。刚去的时候我想，姥姥我舍不得你，但2个月之后我开始觉得，早知道换个便宜点的高铁了，反正你又不着急。来的早不是来的巧吗？所以电视里见亲人最后一面都是姥姥我来晚了，我们是姥姥我来早了。就不能有一次正好说姥姥我来着了。而且我姥姥后来也没走嘛，她就过了1年多之后才走的。这中间我还生了一场大病，差点走她前面。走她前面也很尴尬，我姥姥得咋想？太客气了吧？说好送我走，咋成带我走了呢？所以经历过这件事之后，我绝对不让别人给我送终，因为我特别害怕麻烦别人，尤其是让别人把所有事都推了，专门过来等我死，没有礼貌。而且是等我死，就你们被人等过没有？本来也不着急。
越等越急呀、还是这么多人同时等我，就感觉再活下去都有点不懂事儿了。所以到时候他们来，我也会把人都赶走。我说都回去吧，别等了，我按照自己节奏慢慢来。真的，我觉得送终这件事儿就是有人在你面前等你死。一旦弄清它的本质，甚至可以改变一些规则。比如送终一定得是亲人吗？仇人也行啊。反正大家目标一致，就是送你走嘛。反正我不知道你们，但是如果我哪个远房亲戚要走了，我都不一定想去。我想谁呀？没见过，没啥感情。但如果我最恨那个人要走了，我绝对去，感情太深了。我不光想送送他，我都想催催他。甚至到时候他走了，别说请假，辞职我都去。反正公司少我一个也死不了，但那边少我一个，我怕他活。而且我送终应该比那些亲人有效率，只要我去，一定给他送走。你们应该也能听出来，我现在有点绝望。确实，今年录这个节目，演员一个个都很卷，还在那争什么复活金牌，有啥用？能复活我姥姥吗？而且我看到这些人在台上那么拼，我就想，你们这么努力图啥？不就是想火，想燃吗？我家那边也能办到。一会儿讲完，有梦想、有野心的人都跟我回去。很方便。你在台上想火，需要很努力逗笑观众，也不一定成功。但到我家那边，只需要先躺平，然后跟师傅说：“麻烦你，我要大火。”这样就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叫陈爱。我是个正常人。虽然医生不这么认为。去年的这个时候，我状态不太好，去了一趟精神疾病医院，宛平南路600号。对，本来去之前听人调侃，我还有点担心，我怕里边的人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，突然攻击我一下啥的。那去了之后发现挺好，他们都只攻击自己，比往时那些人强多了。我刚到，医生就让我做了一套那种抑郁焦虑的评估测试。你们做过那个测试吗？做过。可以多做，能带来一些自信。那是我唯一一套能拿高分的题。而且做的过程很奇怪，虽然说它是那种专业的心理评估，但所有答案都让我凭感觉自己选，再根据这个结果开药。这么草率吗？那种感觉就像问你有病吗？我说有，就确诊了。这也太尊重我的意见了。我觉得一个有效的检查应该是没法人为控制的，比如验血、CT， 因为一旦能控制，我就很难正常选择，而是开始衡量利弊。比如有一道题，他问你是不是觉得活着没啥意义，就很难选，选轻了不值得来一趟，选中了走不了。类似这种问题很多，整个测试给我感觉好像就是，只要你觉得自己有病，总能查出点啥。所以我给这个地方想了个宣传口号：来精神疾病医院，成为你想成为的人。
测试的环境也不好。之前我在其他医院做过，它有一个专门的小房间给你答题，但那个医院患者太多了，很多人领完测试只能在走廊完成，走廊很吵，我旁边的人为了不被干扰，只能把所有的题目和选项大声读出来，成功干扰到我。有好几道题我是跟着他选的。最后测出来结果，我不但有抑郁和焦虑症，还有一点轻微精神病。我就知道他有病。不，其实是我有。我的症状是，脑子里经常会出现很多不同的声音。你以为我现在在讲脱口秀？不，我在办春晚。我确实有一段时间严重到出门都要告诉自己正常点，但这样不会让我放松，只会更容易说错话。比如之前有一次我去买奶茶，还没到店里我就开始想要说什么。你好，来杯奶茶，凉的、热的，热的，微信。准备好了，我到那儿，我说你好，来杯奶茶。他居然问我要大杯小杯，这句没练过呀。但我跟自己说没事，你可以的。现在正常应该问什么？大杯多少钱？小杯多少钱是吧？但我太紧张了，问成大杯小杯啥区别？说完我就特别后悔，因为我发现他在用一种看智障的眼神看我，说大杯大一点，小杯小一点。这是我之前写的一个段子，那个时候我还不敢面对自己的精神疾病，所以到处说我社恐。但人家社恐只是害怕社交，也不是脑子有病。但我当时觉得应该没事儿，反正社恐也不会当面骂我。但其实我也没觉得自己多不正常，我觉得不正常的是你们，只是你们人多。我懒得计较。而且虽然你们现实中人多，我脑子里人也多。我只是在外边收着，有时候也会遇见一些人跟我说：“没事儿，你放松点儿，别太紧张。”我心想：哼，我放松，就该你们紧张了。而且其实有精神病这件事儿，我之前也不太敢说，但直到这2年。环境好，大家都疯了。我也没想到一个神经病还赶上了好时代。天知道我这一刻等了多久，因为我10多年前就是这样的状态，我当时觉得永远不会被接受了。直到这2年。我听到一个声音，时机到了。原来我不是疯，我是先锋。我甚至都看到希望了。他们说信息时代人也更容易抑郁，也就是你们也会走我走过的路。你们加油吧。反正早晚都得疯，别错过这个风口。我在未来等你们。被确诊精神病这件事儿，最糟糕的是，它会摧毁你一些对于现实的认知。就是有些事儿你以为发生了，其实没有。比如你们生活中都有一些幸福的时候，升职。旅行、恋爱，但如果跟你说这些都不存在，是你有病，是不是就有点恐怖了？对，其实我这个表演也不存在，是你不开心把我想出来的。你可能会想，不可能，你讲的又不好笑。不是我不好笑，是你想象力不丰富。
没事儿，我想象力丰富，我已经想象你在笑了。怎么样，先锋吧？讲到这，谢谢大家，看。大家好，我是范志毅。这真的啊，我真是搞不懂，这个为什么又让我来讲脱口秀？这14亿人里面就凑不出一个能会说脱口秀的嘉宾了吗？怎么又把我找回来了？不是来过了吗？他们说不是那个节目了，怎么不是？王建国、杨笠都在。哦，转会了。啊，原来的荣誉都拿到了，该拿的都拿了，跑爱奇艺来捞钱了。听说你们4个0比4给人干了。竞技脱口秀，我跟你说，就像足球场一样，很残酷的。他们说安慰安慰，我有时候在想，我怎么安慰你们？不行就退了算了。年龄大了，状态也不行了，就可以跟我一样。不，足球也有可以学的地方。哎，下来搞搞青训，对吧？搞搞俱乐部，培养一些年轻人，完了带着他们冲出爱奇艺，走向腾飞。真的，我看你们比赛搞得蛮好的嘛，还从相声那儿找了几个外援，我认识，从德甲来的德云社甲级联赛嘛，德甲那是相声的打法，讲究团队配合。阎鹤祥在那边就没人跟你配合吗？哦，你搭档坐上面了，当裁判了。哎，你们一定要注意啊，阎鹤祥，他跟裁判可不一般，裁判说啥他都捧啊，捧惯了。他原来啊挣钱还分给裁判呢，是吧？这次新人还蛮强的，也正常，就是每个行业里面都有一些顶尖的啊。大家知道吧？去年有个电视剧叫什么来着？哎呦，你可以的，《繁花》里面有个新人很厉害的，谁？哎呦，不，我真的我蛮欣赏他的。这第一部戏就拿奖，年度跨界奖，这不是吹的吧？这年度跨界奖很难拿的。你告诉我，这胡歌、唐嫣能拿吗？他没有这个资格。说白了，我这个剧本来不想接的，我又不是这个行当的，到时候给人家添乱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弄法了。所以繁花剧组找到我，我就拒绝了。我说我不会演戏的。对面说范老师，我们了解你，你能演。我说等会儿，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。我一个踢球的，不搞假的，从来不演戏。不要演，我早就进去了。没有进去别的剧组了。但人家很有诚意啊，人家一直邀请我。王导后来来了，人家真的不愧是大家，蛮会说话的啊。说，范老师这个角色呢，跟你性格很像，脾气很火爆，爱骂人。你不用演，做自己就可以。我就问他，那时候我可以说脏话吗？不可以。那我怎么做我自己呢？所以这个角色不好演的，他是有层次的。王导选中我，那个眼光真是不得了，知道吗？肯定是吃了京都念慈庵、叶黄素之软糖，眼镜不干涉，拍人就是准。大家都知道王导要求很高的，一个镜头来来回回不拍个几十遍。大哥你是知道的，王家卫导演。是。我跟你说，我拍的时候从来没有超过6条，因为什么知道吗？台词少。
哎呦，我就看着那些专业演员，哎呦，20、30条都不过，着急啊！我都想冲上去指导一下，但我一想不行，外行指导内行不行。这在我原先的老本行里啊，我就见过，行不通啊。真的，我后来在想，做什么总归要有什么样子，玩要有玩相，做要有做相。大家知道我拍那个武哈拍综艺，最开始的时候去，哎呦飞行嘉宾，但我努力表现啊，后来就常驻了。真的变小额进入首发阵容了。就是说我为什么要讲这个？我就是怕我表现太好了，这个节目非要把我留下来当常驻。我很忙的，我通告很多的，我是没有时间的。这个月也就20、21、22 3天有时间。那你们听懂了吧，导演？最后啊，我得说一下，大家今天既然是来比赛的，我就觉得首先是好好比，尽全力。节目说，哎，鼓励鼓励这些年轻的选手。要我说啊，这些鼓励的话说了都白说。说完以后啊，你能赢到好了，啊，关键还得靠自己。我觉得，啊，如果说是要鼓励的话，我肯定不会先鼓励你们，肯定不会鼓励你们，我先鼓励国足去了。我说了，我去了啊。谢谢大家，我是范 Z。哎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哎，谢谢，我是小鹿啊。我最近呢结了很多婚，跟同一个人啊。我第一场婚礼呢是在北京办的，第二场呢是在我云南老家。哎，我老公呢是一个澳大利亚人，他家里人是第一次去云南啊。一到我们那个小县城呢，我婆婆就问我说：“小鹿，云南婚礼有什么 dress code？” 我说啊，你就 dress 到不觉得 cold， 也别 dress 的太 hot。婚礼没有穿搭要求，对他们来说非常的文化震撼了。但他们最震撼的还是我老乡吃席的速度太快了。为了保证婚礼的体面完成啊，我都提前算好了，一定要到仪式的最后再发筷子。但那天我一进场就看到有人已经吃起来了。没错，老乡自己带了筷子。啊，大意了，光想着晚点发筷子，怎么不想着晚点上菜呢？我要是晚点上菜，他们不就自己带菜了吗？他们吃席真的是太快了，我还在台上念誓词呢，已经有人掏出塑料袋开始打包了。我在那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老乡不管大虾还是猪肘。我说一生一世永相守，老乡说能带走的都带走。是谁说的老家的人生活节奏慢的？这不挺快的吗？我公婆哪见过这场面啊？一看都没有人听我们说话。我婆婆在那一个劲儿摇头，哦 ，This is rude。我老乡在旁边操着方言，不是rude的，是俗的。嘿，rude的我都打包了。当然，我本人也遭遇了一些文化冲击啊，在这场婚礼，因为我爸妈承担了我们婚礼的所有开支，而我公婆送出的结婚礼物呢，是一条珍珠项链，上面有且仅有1颗珍珠，叫项链都有点僭越了。当时我收到那个吊坠的时候啊，我就告诉自己，小鹿，沉住气，你的福气在后头呢。后头呢，我就收到了我老公哥嫂送出的结婚礼物，2瓶香水。我查了一下，发现其中1瓶还是空气清新剂，真是送了些氛围感，啊！而我的哥嫂送出的结婚红包啊，是他们6个月的工资，哦！我老公知道之后，跟你们一样大为震撼。他说啊，天哪，他们怎么能送这么大的红包啊？我说啊，这个在中国法律是允许的，怎么在澳洲违法吗？他说不是，我说人类怎么能攒下半年的工资啊？啊，我说哈 ，This is Chinese 功夫。确实是有文化差异的。对于婚礼啊，我家人提供物质支持，他家人提供情绪价值。婚礼那天，我在台上往下看，几乎所有人都在那埋头干饭啊，都觉得婚宴嘛，吃了上顿没下顿啊。只有我婆家那一桌人啊，睁着个大眼睛，就是坐的一群人啊，坐的跟那个小狐獴一样。看完了全程，完全没有动筷子，当然他们也不会用筷子。
啊，这场是中式婚礼啊，准确的说是新中式婚礼，因为新郎没给彩礼。以后过年回我家，孩子也是跟我姓，这跟他也姓不了嘛，因为他的中文名都是我取的，也是跟我姓的。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按照中国的习俗啊，你这个就算入赘了。他说啥是入赘？我说就是以后啊，你就是我爸的儿子了。他说哦，那你就是你爸的儿媳。我说啊，倒也不能这么反客为主啊。但是啊，一般人不喜欢入赘的。他说为啥？我结婚不用花钱，还成你们家里人，我爱入赘，我要多多入赘。我非常理解他为什么爱入赘啊。我们北京婚礼是我包办的，云南婚礼是我父母包办的。他一个澳大利亚的白男，在2024年成了中国包办婚姻的受益者。他当然爱入赘了，对他来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我真的是，我都好羡慕他呀。我也好希望我也能像他一样嫁给我自己啊！我好希望我也能像他一样活得那么无知无畏、无忧无虑啊！我记得婚礼那天，我爸把我的手牵着放到他手里，跟他说：“以后你要好好照顾他。”他非常爽快地说：“我会好好照顾他的。”我在心想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你看着他那一脸的憨笑，你很确定他不知道，他不知道啥叫照顾啊！他理解的照顾就是一起苟活。他的照顾就是我跟他说我想吃水果，他说我也想。他的照顾就是我在厕所说没有纸了，他在外面说哦对，刚才我也发现了。这也是难怪啊，所有的婚礼都是爸爸把女儿交出去，因为但凡是反过来，这个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啊！要是我婆婆牵着她的手放到我手里跟我说以后你要好好照顾她，我的脑子里会迅速飘出无数个具体照顾的画面。比如他大半夜喝多了回来，躺在地上哇哇乱吐，边吐边说我爱你，你不得不大半夜爬起来崩溃纠结，到底是先收拾呕吐物还是先终结这令人作呕的爱情。比如他马上就要出差了，飞机都快赶不上了，行李也没收好，24寸的行李箱放进去几件衣服就装不进去了，要爆炸了，还说他尽力了，你看不下去了，亲手一件件收纳完之后，发现所有的行李只占了行李箱一半的一半。他看完之后不以为耻，还笑着跟你说牛啊牛啊牛啊。对了，我的证件也找不到了。哇！当这些恐怖的画面在我脑子里飘出来的时候，我一定会吓到，甩开我婆婆的手说：“阿姨 ，No， this is rude。”好，谢谢大家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刘仁成。我现在是在上海生活，平时出门我主要靠骑电瓶车，但我一直有个习惯，就是我不太喜欢戴头盔。没有什么复杂的原因，非常直观的原因，大家也能理解。不过得辩解一下，我知道不戴头盔很危险，真的很危险。但怎么说呢？肥胖也很危险，糖尿病也很危险，我顾不过来了。人生嘛，到处是危险，暂时顾不了这一头了。太胖了，生活就很不方便。比如我现在是一个全职的演员，将坐飞机，我觉得飞机厕所太小了。前两天上了个厕所，印象特别深刻，就厕所里面我转不了身，非常尴尬。走进去上厕所，转不了身，但我得上厕所，我只能退出来，转过去，上这个厕所，非常诡异。在其他乘客眼里，我感觉被马桶给吸进去了。特别恐怖那个画面，就每回表演这段，说实话，特别对不起面前的观众。今天只有两位美女，她们的视角跟你们不太一样。你们呢都是观众视角，只有她们俩是马桶视角。当时我真的很小，坐不下去，就想坐下去的话，我只能不断的把身体往下挤。就往下挤，往下挤。就当我坐到马桶上的时候，我发现我被死死的卡住了。这个时候好死不死，飞机开始了颠簸。空姐跑过来提醒我：“卫生间旅客，飞机遭遇了气流颠簸，请一定要注意安全。”
握紧扶手。我说就没有这个必要了，已经够紧了。你给我倒杯咖啡来吧，我想松弛一点。太紧了。当时上完那个厕所，我得站起来，我花了好大力站起来。我站起来一瞬间，我甚至听到了一个声音。就当时厕所里面等位大哥都懵了。怎么，里面开香槟了？希望以后你们开香槟的时候啊，不要想起我。其实我胖的原因很简单，就是我吃太多东西了。所以刚来上海的时候压力很大，上海吃特别贵。我也是重新认识了自己。就从前我总感觉我是一个很大方的人，从来不贪小便宜。来上海之后，发现我家附近有个超市，经常摆摊卖一些临期食品。说实话，有点陷进去了。哇，真的，那不跟你们想象可能不太一样，我得解释一下。它不是那种还半个月、还1个月就过期的食品，我们那儿不是的，我们那儿一般还有2天就过期，那是真的跟时间赛跑啊。同时非常便宜，原价60多一箱牛奶，现在10块钱一箱。我就发现一个东西，一旦我买过临期的它，我就再也无法接受原价的它了。这种感觉就像我本可以忍受黑暗，如果我未曾见过光明，更何况我见过10块钱一箱那种。自我反思吧，我觉得我这个人不够慷慨什么的，但最近我的朋友们不这么觉得。我的朋友觉得我非常大方，因为我经常无缘无故请他们吃饭，没有任何原因，一进门就让他们快点吃。上一次付航来我家问我呢，说今晚吃什么呀？我说别问我，时间会给你答案。当我发现人呐，这个欲望就很难满足。一开始我很喜欢临期食品，感觉很好，最近感觉不太够了。前2天买东西看中了一盒樱桃，我问老板多少钱，老板说40。老板，咱们不是临期食品吗？怎么还要40？老板说咱们是临期食品，不是过期食品。2斤樱桃40，不贵了。说实话，确实不贵了，但我已经魔怔了，我无法正常思考了。那过期的多少钱？这时候旁边阿姨看不下去了，小伙子，你有病啊？那过期的你不用买呀，你去捡好不啦？我说有道理哦。老板，咱们一般扔哪儿呀？当然说这么多啊，我说什么自己不戴头盔、临期食品什么的，大家不要误会，我觉得我是什么自暴自弃，没有，我只是有了新的发现。比如说保质期的东西啊，它只是最佳赏味期，食物过了保质期，它不一定会直接变质的，只是有概率而已。所以我现在在家吃饭，有点像赌博，赌赢了开香槟，赌输了开香槟。谢谢，我是刘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77。可能你们呢也看不太出来，其实我去年减肥了，瘦了40斤呢，从180瘦到140。哎呀！哎呀，每听到你们这种声音，我就特别的高兴。是这样的，就是我以前一直以为减肥之后人生会变好，但我没想到会变得这么好。最直观的是别人对我的反馈，终于开始有人夸我漂亮了。以前也被夸过，只是没有被单独夸过。他们都只是说每个女生都很漂亮。而且真的像我这种从小到大没有被夸过的人，真的完全经不起夸。刚开始被夸漂亮的时候还理智尚存，觉得啊，我应该也算是个小美女吧。被夸到后来，我宇宙第1大美女。刘亦菲，类型不同而已。
那段时间真的是太狂了，太飘了。我甚至会把我所有的演出问题都直接归结于我的美貌。如果这一场演得好，美丽罢了；这场演得不好，美丽是我的原罪。至于段子内容写得好不好，那是像这样的丑东西才需要考虑的事情。冒犯了。减肥之后，我整个大变样，太自信了，甚至有一些油腻了。也是我跟我喜欢的男人表白，我跟他说我喜欢你，他说他不喜欢我，我不信。怎么会有男人不喜欢我呢？我跟他聊了很久，他最后才终于说我配不上你，行了吧？我信了。但你们放心，我也没有游很久啊，就是那个巅峰体验很快就过去了，我的智商又占领了高地。我意识到一个惊人的事实，我没有刘亦菲好看，但也还可以。而且经过这一次减肥啊，我发现自己对美丽啊、对外貌也没有那种很极致的追求了。这个态度怎么说呢？还挺省钱的。最近有一个健身房给我推销那种高端减肥私教，我很心动。他说8000一年，人也没有必要那么漂亮。其实经常我会碰到姐妹来跟我讲，说好喜欢你的自信啊，感觉你都没有身材焦虑的。今天也给姐妹讲一下没有身材焦虑的秘诀：不承认。怎么可能不焦虑？我只是在偷偷的努力罢了。我最开始减肥的时候都没好意思跟身边的人讲，别人问我说：“哎，你怎么瘦了？”我都说啊，就不知道哎。有天早上起来突然就瘦了，莫名其妙。然后吃饭的时候，朋友会问我说：“哎，你吃的是减脂餐吗？”我都说啊，没有啊，就天生爱吃西兰花。我的朋友们还会追问我说：“那你怎么最近不跟我们吃夜宵了？”我好慌张，我都开始编瞎话。我说我最近晚上在跟郭麒麟约会了。我们不能吃夜宵了，他都胖了。哎，约会是开玩笑的啊，不要去问他，他不会承认的。讹人。这下更难说清楚了。就是经常应该有减过肥的姐妹对吗？减肥真的好难啊，因为我后来又反弹了20斤，反弹真的好快呀。我有一个血泪一样的教训分享给你们：衣服不要扔得太早。我当时看着衣柜那个绝望的心情，就像高考之后把书撕了，发现自己还要复读。反弹压力太大了，我也不能一夜之间瘦20斤吧。而且我最害怕的还是别人发现我反弹的事情。我后来真的，我心一横，牙一咬，我想不管，我就跟别人说我140，别人再怀疑我也不认，因为我想也不会有人从包里拿出一个体重秤说，哎，今天我恰好带了个体重秤。如果这样，我也只能硬着头皮说，哎，我早上称还140呢。反弹真的好快呀。由于我一直以来在隐瞒我反弹的事实嘛，真的会有女观众把我当成减肥专家。有一个女观众给我私信，她向我虚心请教，她说我的目标体重是90斤，但是我卡在100斤，怎么都下不去，怎么办？我当时心想，怎么才能卡在100斤呢？我连140我都卡不住，但我还是维持住我那个专家的形象。我很笃定的跟他说，你就说你90斤就行，没有人会发现的。就像我一直说我140，其实我160，你能看出来吗？他说能看出来。但他接着说，他说但是谢谢你让我明白，身材不能定义魅力，胖胖的女生也有自己的舞台。我说什么胖胖的女生？我就140哈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门창，大家好。我是一个 HR， 人力资源啊，失业了，现在就只能做全职的短视频博主。职场赛道，
就职场博主，你们知道我们平时在干什么吗？我们平时就是一群不上班的人，教一群不想上班的人怎么好好上班。这就是我们的工作。但是其实我也不想失业。我今天就聊一下去年辞职的经历，朋友们。去年公司新来了一个总裁，他总裁员，他裁员理由也很离谱，我无法理解。有一次他跟我说，他说门枪，你去帮我把阿曼达给裁了，因为阿曼达性格内向。阿曼达是个财务，我觉得财务还是性格内向一点比较好，因为如果财务很外向的话，老板很有可能进去。你让阿曼达怎么外向？大家看，这是我新做的假账，逼真吧？是不是栩栩如生？老板就说他不喜欢内向的员工，他要外向点。我说什么意思？他说哎门枪 ，MBTI 你懂不啦？晓得不啦 ？MBTI 多招点 E 人。我要公司活泼开心一点。艺人，老板可能是很久没有自己亲自上过班了，上班久了没有艺人。我下班可以很 E， 我休假可以很 E， 我工作日起床我就变 I 了，我坐在工位上就是哀到要死掉，左右的同事就是挨家挨户。艺人，他一定要艺人，整个公司就一个艺人，就老板自己。老板怎么能这么艺？他怎么能这么艺？我有一个想法，保证让所有人都开心，全公司小涨下去团建。还是老板想的周到，上了这么久的班，干了这么久的活，难得休个假，谁不想和老板好好待在一块儿呢？我感觉他不单艺，他还很寂寞，他就需要有人陪着。难怪他开公司呢 ，company。哎，老板裁员理由实在太草率，所以我也开始反思啊，朋友们。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朋友只是对待工作过于认真负责了，走入一个误区。我觉得不要这样，我觉得应该反过来，我觉得应该对待感情认真负责一点，对待工作而已，玩玩的呀。我们知道人都是有感情的，但是我们也要知道，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人。法人不是人。千万不要在职场做纯爱战士，让我们做职场浪子，就是玩，趁着年轻多玩几家公司，等到年纪大了玩不动了，找个老实老板交社保可以了。不止态度随便，我觉得嚣张一点会更加快乐。最理想的工作状态就是我离开公司3个小时，总经理问我门枪你去哪里了？面试。总经理刚想生气，副总经理还得劝，哎，算了，员工嘛，都这样，知道回来就好啦。门枪你别傻站着，表态，服个软。我说。对不起，又不是我主动，对方硬要我面试，我就是犯了全天下员工都会犯的错误。当然这都是幻想，现实就是老板每次让我裁员，我都下不去手，他还 PUA 我，他说门枪 HR 就是要做坏人，因为坏人的缩写是 HR。我说那好人的缩写也是，然后他就没办法，他说你要跟我共情啊，你站在老板的角度，你要跟我共情。他让我跟他共情，他一定忘记我是 HR， 我看得到他工资，很难共情。我第一眼看他工资这么高的时候，我很难过，我仔细一看更难过，那个只是税。我觉得人和人之间是需要共情的，这个我能理解。但是共情的前提是要关系微微发酵，微微发酵的关系使人心情愉悦，就像统一无糖春福绿茶一样，微微发酵，缓缓生香。作为一个上海人，我可以没有咖啡，但是不能没有这瓶有腔调的绿茶，老嗲了。人和人之间是需要共情的，但是共情不能跨越物种。我觉得打工人和老板不是同一个物种。
我真的没有办法理解老板，我真的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家里养了一只泰迪叫嘟嘟，嘟嘟跟他有很像的地方，都很 E， 需要 company， 要我帮他们 make money。我觉得嘟嘟可以跟老板共情哦，他们还有很多共同点，就是提什么需求都说不清楚，生气了就只会乱叫。所以在他莫名其妙裁员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说我不干了，我辞职了。我跟他说 HR 不是好人的缩写，也不是坏人的缩写。此时此刻我要跑路了 ，HR 的缩写就是哈哈 wrong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刘强。谢谢大家，我是阎鹤祥。首先来说，我跟别人不一样，我上来就对挑战席上的人说，我希望你们有人能一会儿站过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块儿 PK 的时候，跟我一块儿站有好处。你看大林跟我站过，现在是导师；杨丽跟庞博跟我都站过，现在是魔王。赢不赢不要紧，咱图一吉利。尤其现在，你别摆手，你更应该来。咱俩代表作都一样，都是少爷和我。就是势均力敌，二人战也可以来。你们来了，我输了不丢人，大家会认为就是因为没搭档。德云社这回是组团来的啊，我们之前还有俩师弟。一个尚九熙，一个朱鹤松，我们是3个人。一开始我们还挺高兴，还研究战术啊，跟奥运会那个中长跑、滑冰一样。我们讲究配合，田忌赛马呀，战术性领先。后来头一轮给我们干下去俩，就剩1个了啊。周处除3害，改独行月球了，也很遗憾。关键我们裁判席还有人，居然还输了。可见这个比赛多么的公平公正。弹幕上写相声演员来参加这种节目是降维打击，这个不对啊！我澄清一遍，这个没有这个回事儿，大家都在一个维度，何谈降维2字呢？我在这儿也仅能代表我自己，我要是不行了，就说明相声确实不行了啊。单口喜剧咱不敢说，如果说单口相声能在这种大舞台上演出的，全国中国相声界就是我跟我师傅郭老师，因为其他的我们都弄死了。你别看现在这些选手大家其乐融融，这线下专场抢的都是我们的市场。那这要跟旧社会，那说相声的只手遮天，一家独霸，还允许你们这样？我这一时眼神，邵版主就摔杯为号了。四下里乱箭齐发，天下单口英雄一网打尽。后来我们那个工奴手啊，在天津上火车时候给拦下了啊。天灭相声，非战之罪啊，少爷。怎么说呢？不过也确实是啊。如果在这舞台上有一天我确实真的赢不了了、输了，真能德云社走马换将再来，还真就是我师傅郭军德刚先生，啊，郭老师，啊，没办法，那太子妃不行嘛，那就捞。那输了就只能老公上了，对不对？那亲儿子指不上。你翻历史典籍你也看得出来，杨家将都看过吧？大破当口天门阵，也是穆桂英挂帅，杨六郎统兵，杨宗保这都盯不上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我喜欢说这个单口喜剧的原因啊，因为能疏解一些负面情绪。说点我的负面情绪啊，我的负面情绪其实也有。作为一个德云社的相声演员，就是我不像我们那些师兄弟儿那么的火，你知道吧？你看我们德云社也有很多师兄弟很厉害，岳云鹏啊、孟鹤堂啊，都很火。然后也有人问过我说：“阎鹤祥，你有没有很羡慕他们？”我说：“其实并没有，捧哏演员嘛，甘当绿叶，对不对？我这个年纪了，他不是羡慕，单纯的就是恨。”其实这是玩笑，我们来源于一些呢，就是大家对你半认识不认识的一些尴尬。到一饭馆吃饭，在北京啊，老北京做爆肚的一个地方。我坐在这儿，我前面有2个男的，
分别上菜以后呢，我就看见俩男的看我就议论，这就跟那个说：“哎，德云社阎鹤祥。”那个一看呢，我说这不是阎鹤祥，我跟你说就是阎，我看着不是，我跟你说是，我过去跟这二位说，我说二位是我，这爆肚不吃就凉了啊。凉了。还有一回，我从这饭馆出去，就是这饭馆，走到门口，这女服务员把我给拉住了。哎，严老师，那个我们后厨这些大师傅都特喜欢您，您能不能在门口跟他们照张相啊？我说没问题啊。后厨所有厨师出来跟我站一块照相，正照着呢，有一情侣从外边往里走，一女的挎一男的，这女的不认识我，看着我照相就看谁呀这是？这男的不知道，你别给人瞎解释。嗨，退休的厨师长。这还基于我们在国内大家对相声有一些认识认知。我在国外，我在美国摩旅的时候，他要是对相声对我们完全不认知，更可乐。我在美国的黄石公园，在黄石公园徒步，我有一个华裔的美国的森林警察，他跟着我。他说黄石公园有很多野生动物，黑熊啊、鹿啊，包括羚羊啊。你要怕它靠近呢，你就连续的大声的说话。我就照着做了。出去以后，美国这森林警察把我给扣下了，说我有残害动物的倾向。后来我的哥们把我给保出来了。我说我没有残害动物。他说你是不是连续说话来的？我说是，他让我说的。他说你说什么来的？我说我就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眼、烧花鸭、烧兔鱼。那你还不残害动物？后来我一琢磨，得亏说清楚了，这没说清楚，我得给人全交代了。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眼，到最后板鸭筒子鸡。美国警察一看，呵，列了单子上这儿偷猎吃好东西来了。哪单位的你啊？我说我德云社的。你跟谁学的呀？我说跟我师傅学。嚯，你们这还有师傅呢？我这一交代啊，云鹤九霄，龙腾四海，一听就是黑帮啊。这再完了以后，紧跟着下一个月，大林知道，我师傅带着我们所有团体到北美巡演，但我师傅上通缉令了。这在入关的时候，人家美国警察拿着这菜单就得问我师傅：“这个蒸羊羔、蒸熊掌，这是你教的吗？”我师傅大家都了解啊，哈哈哈，我教的后头。谢谢大家，我是阎鹤祥。